我国逮捕了日本的一名间谍后，日本多次要求我国放人，甚至日本外长都想要亲自访问我国，要求我国把此人放了。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我国有关部门在北京逮捕了一名日本男子，这名被逮捕的男子引起了中日双方的强烈关注。因为我国是以间谍罪的理由逮捕这名男子的。据悉，这名50多岁的男子是安斯泰来制药集团的员工，在该公司还担任着高管。而安斯泰来制药集团又是日本在我国最大的药企之一，业务往来十分频繁。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将此事通知给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希望日方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同时，我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也针对此事拜访了日本自民党干事茂木敏充，要求在华和来华外籍人员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过，按照以往惯例，日本可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已经接连抓获多起间谍事件，每一起事件的背后国家几乎每次都会发起抗议，要求我国放人，日本也不例外。在这名日本间谍被抓获的消息传开后，日本方面多次发出抗议，要求我国放人，称此人只是一名在中国工作的普通日本公民，并没有做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在日本发起抗议要求我国放人无效的情况下，日本又做出了进一步行动，打算亲自派人过来和我国谈判，要求放人。据悉，日本的外务大臣林方正目前正在考虑在4月份访问中国，和我国的外交部长进行会晤。如果成功的话，这将会是日本外长3年3个月以来的首次访问中国。在这次的会晤中，日本外长除了对冲绳县、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在内的东海局势表示关注之外，同时还对中俄两国加强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强烈要求提前释放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人，包括大型制药公司的员工。同时，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繁荣有着重大的责任，所以两国将表达继续对话的意愿，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关系。听到这话就能明白，日本这位外长此行是专门来中国捞人来了。表面上说是要求释放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人，但又重点提到了大型制药公司的员工。而现在我国逮捕的大型制药公司的员工中，只有这名前不久才逮捕的间谍，并且在要求放人的同时，还提到了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繁荣有着重大责任，表达了继续对话的意愿。这表明了就是以此威胁我国。如果我国不将这名间谍释放的话，那么日本这个对话的意愿可能就不大了。同时还能指责我国不顾地区和世界的繁荣稳定，说我国随意逮捕人，破坏了两国的关系。由此可见，这名间谍的身份地位或者对日本的重要性很高，不然的话，日本政府也不会3番5次的要求我国放人，连3年没来往的外长都要专程跑到我国来要求放人，或者说此人掌握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或者机密。在去年，日本也有间谍在俄罗斯被抓住，当时这名间谍还是一名外交官，花了大量金钱购买和接收有关俄罗斯与另一个亚太地区国家合作，以及西方制裁对俄滨海边疆区经济影响的内部信息，结果被当场抓获。俄罗斯并没有选择逮捕，而是进行了驱逐，要求48小时内离开俄罗斯。日本方面虽然也发起了抗议，但动静显然没有这次大。这次我国可没有将这名间谍驱逐，而是直接逮捕。逮捕之后想必就是审讯工作了，说不定能够从中获得一些重要情报。日本方面显然也知道这人的重要性很高，如果不想办法捞一下，生怕走漏了阴谋诡计，所以才多次请求放人。几次提要求无果，只能派外长亲自上门，足见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或者说这人的身份地位比较高。从此人在华身份来看，想要接触到我国国防机密的可能性很低。不过虽然没接触到我国的国防机密，但身为一名制药集团高管，可能对于在华的日本间谍分布和联络却十分熟悉。现在这人被逮捕了，为了避免多年部署被曝光，日本才多次派人过来要求释放。
接下来就要看看我国到底能从这名被逮捕的间谍口中能得到什么消息了。